我本是走丢后被贺家收养的千金，在距离高考仅3个月有余时，亲生父母突然找到了我。我们都不愿此事影响到微微的复习，便决定等高考结束后再接我回家。我写完最后一道物理模拟题，思忖片刻后，决定将错就错，不与他们相认。亲生父母来到我家时，我正坐在客厅刷题，他们手中拎着水果和牛奶，看到我后表情有些局促。我妈倒是大方，一边让他们进来，一边解释道：甜甜这2天身体不适，没去学校。我握着笔在卷子上快速写下计算公式，没打算起身打招呼。我妈赶紧喊我：甜甜起来和人打招呼，要不我们去卧室谈。说话的是季怀胜，也就是我的亲爸。行，我妈带着2人去了我的卧室，反手关上门。我抬起头瞥了一眼他们的背影，手中的笔握得更紧了。这并非我第一次见到他们。我们居住的是老旧小区，房间隔音效果不佳。大约20分钟后，卧室里传出我妈的抽泣声。我看了眼剩下的题目，快速推算出结果，在纸上写下答案，站起身走向卧室，靠在门外，打算听听他们的谈话。我妈急忙解释道：微微身体一直不好，我们之前想把她送出国读书，现在想等2个孩子高考成绩出来后再做安排。今天来一是想了解甜甜的情况，2是想和你沟通一下，高考前先这样，2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心头肉，不能因为甜甜就不管微微。好一副慈母心肠。我的亲妈宋爱心也是站起身来急忙解释。我直直地盯着他们，心中暗想，手心手背也有厚薄之分，我到底是哪一面呢？既舍不得陪伴自己16年的养女，又想找回亲生女儿，实现阖家团圆。世上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呢？我是贺家收养的孩子，小区里的人都知晓。未被收养前，我讨过饭，偷过东西，捡过垃圾。6岁那年，养父贺晴飞和他的同事在破获一起重大儿童案件中，解救了包括我在内的10几名儿童。之后，在几个未找到亲生父母的孩子中，贺晴飞夫妇收养了我。在等待被亲生父母找回的1年零3个月里，我也曾期待他们不要来，而他们却领回了季微微。季微微可怜，出生时被父母遗弃在福利院门口，从小靠社会救济度日，穿百家衣，吃百家饭。不像我，2岁被拐后被放在贼窝里，还被打断了1条腿。后来因为乖巧听话，讨得老大欢心，才未再次被转卖，而是带着几个缺胳膊断腿的小弟小妹去街边乞讨卖花。季微微3岁被收养，从此成了季家的掌上明珠。我7岁半被贺家收养，爸妈对我视如己出，我不再是无家可归的小可怜。第一次知道季微微是在小学3年级，那年发生了很多事。我年幼时骨折变形的腿进行了最后一次正畸手术。那年我爸在处理一起突发案件时因公殉职，我跛着脚跟在妈妈身边处理后事。季微微拍摄了她的第1部电视剧，那部剧迅速走红，大街小巷都在讨论那个眼眸灵动、笑容温暖的小女孩季微微。第2天我回学校上课，数学老师在课间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他神情激动地说：甜甜前段时间的数学竞赛初赛成绩出来了，你知道你排第几吗？全国第7名。数学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眼中满是赞赏。甜甜，你的天赋和努力都很出众，不要辜负了自己的才华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们所有人都会支持你。我微微一愣，随即嘴角勾起一抹淡笑，心中虽有波澜，但表面依旧平静。谢谢田老师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我轻声回答，目光坚定。小雪老师也恭喜我，名师出高徒，不愧是天大数学系的高材生，带出来的学生都很优秀。办公室里的几位老师纷纷向数学老师表示祝贺。2班赵老师一向心直口快，知道我的成绩后，惋惜地说：有这样的好成绩，怎么没走竞赛的路子呢？真是浪费了一个好苗子。旁边的孙老师用手指撞了他一下。季微微，你先去教室帮我把课件打开。好的，老师。季微微微笑着点点头，从我身边经过时轻声说道：恭喜甜甜同学。我看着季微微离开的方向，良久才回过神来，然后和数学老师告别回了教室。甜甜高1的时候就分在竞赛班，结果开学不到1个月，她妈妈查出恶性肿瘤，为了照顾妈妈，甜甜申请转去了普通班。竞赛班空出1个名额，季微微就补位了。还有这事儿呢，你来的晚不知道，当时因为甜甜和季微微的事，学校里闹得挺难看的。老师们的讨论声随着我走远，也渐渐听不清了。我返回教室时，同学们纷纷围拢过来向我表示祝贺。
同桌周芳更是开心地凑到我面前挤眉弄眼，总算是扬眉吐气了。你没瞧见刚才季大校花从门口经过时，那脸黑得像锅底似的？当年他表哥费尽力气把你从竞赛班拉下来，把他塞进去，也没见他拿到什么好成绩。我看他之前参加的超级学霸，大概也是用了超能力，没出成绩还拿到了保送名额。你年级排名进前50了吗？我知道周芳是替我抱不平，可与其浪费时间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上，不如提升自己。你先看看这些资料吧。我从包里掏出这2天整理的厚厚一摞资料递给他，抱怨身处黑暗，不如提灯前行。周芳和我一起去天大，他夸张地摆出痛苦的表情，但眼中却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。他接过资料，随意翻了翻，脸上渐渐浮现出认真的神色。竞赛成绩忽然在网络上爆红，这是我未曾预料到的。有几家媒体和学校联系我，想对我进行采访，却被田老师拒绝了。每年各学科竞赛，学校的竞赛班同学都有不错成绩，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宣传。班主任和学校领导多次找我谈话，让我保持平和心态，全力准备高考。校长语重心长地说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一时的热度或许能带来短暂荣耀，但真正能支撑我们走向未来的，还是对知识的渴望与不懈努力。我深知老师们的良苦用心，唯一困惑的是，为何数学圈内关注的比赛会引爆全网呢？学校的冷处理使热度逐渐消退，除了偶尔高1高2的学弟学妹见到我会小声议论。高考在即，同级同学都在专注备考，没人会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。我以为事情就此结束，我录完一道高数讲解视频，准备上传并开启飞行模式，周芳的电话就打来了。甜甜，你快看群里。班级群里炸开了锅，田老师和甜甜在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怎么不可能呢？照片都在学校帖子里贴出来了，那可不是在学校拍的。田老师对甜甜很照顾，问问当事人吧。下面就是很多艾特我的。甜甜，你怎么不回话？不会是真的太勇了吧？我一边用平板翻看周芳发给我的帖子，一边在群里回复：假的。帖子名叫这就是传说中的师生恋吗？太甜了。帖子里罗列了田老师入职1年多与我的来往细节，还附了一些田老师和我的照片，有在学校的，也有在校外的，真是稀奇，竟然有人这么关注我的生活。帖子最后写道：贺同学高1入校，原本是奥数竞赛班的，后来因摸底考试成绩不理想，转到了普通班，数学成绩一直不太理想，直到高3换成了田老师，数学成绩直线上升。这次全球数学竞赛更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那还有什么是真的？帖子全篇没有贬低之意，看上去只是一个喜欢组 CP 的中学生的无脑发言。帖子的转发量1865，数量还在上涨。我查了一下 IP， 果然是纪薇薇。第2天，原本降下去的热度再次上来了，带有我名字的词条被顶上了热搜。这次还有几个标签：作弊、学术妲己，真是少见。我相貌平平，竟也能和妲己扯上关系。我无视周围或同情或鄙夷的眼神，坐在教室里认真上完第2节英语课。纪薇薇来到我教室门前：贺同学能出来一下吗？他带着浅笑，阳光从他发间穿过，照进教室。即便身穿校服，也气质出众。我跟着他走到走廊尽头，那是平日里少有人迹的静谧角落。纪薇薇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脸上的笑容似乎比之前多了几分深意。甜甜，爸妈已经找过你了，你觉得是血缘重要，还是10几年的陪伴呵护更重要？他的声音轻柔，却带着不容忽视的不屑。我直直地注视着纪薇薇的双眼，嘴角的笑意渐渐变大。当然是血缘。我靠近他，将保存到手机里的调查资料在他眼前晃了晃，坏笑道：如果你不是这么认为的，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？纪薇薇在公共平台的造谣信息点击浏览次数已达5000次以上，或者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，已经达到侵权标准了。纪薇薇脸色变了变：甜甜，你胡说什么？纪薇薇，这不是警告，而是告知3天内澄清谣言，向田老师道歉，并公开承认错误，否则我微微一顿，目光如炬，我会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代价。纪薇薇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慌乱，她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直接且强硬。她咬了咬唇，试图找回自己的气势：甜甜，我并没有发表任何有损你和田老师形象的言论，你这是污蔑。我轻笑一声，将手机收回口袋。你确实没发表，但你买水军了，小明星。我不想再和他纠缠，转身回到教室。放学后，我回家挑了几本书，背上书包径直去了季家。
果然是富人区，进去还要门卫和主人核实。季家的别墅确实漂亮，我按下门铃，居然还有保姆来开门。难怪小说中的真千金都迫不及待，第一时间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。生活太苦，穷人乍富，又有谁能抵挡得住诱惑呢？我亲爸亲妈看到我在保姆带领下走进来，脸上没有高兴，反而一脸不安。我今天来是送礼物的，我说明来意，顺便从书包掏出带来的几本书丢在茶几上。重生之真千金，逆袭真千金不掺和。真千金回来以后，纪薇薇最近的行为给我和田老师都带来了很大困扰。作为父母，我觉得你们有必要了解她在做什么，并给予正确引导。我说着指指茶几上摊开的书，继续说道，小说素材都来源于生活。纪薇薇从小演了那么多独角戏，别是看小说入了戏，真把自己当成小说里的人了。当然，我们非常重视薇薇的行为，也一直在关注她的成长。但是甜甜，你今天没提前打招呼，怎么就跑过来了？上次我们不是说好了，一切等你们高考完再商量吗？说话的是我亲妈宋爱仙女士，她试图保持镇定，但眼神中的慌乱却难以掩饰。很显然，纪薇薇已经知道了，对他们的反应，我早就预料到了。我亲爸坐在一旁，眉头紧锁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他开口了，声音沉稳而有力：“甜甜，我们知道你和薇薇之间有些误会，但作为父母，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和平解决。薇薇她还小，有些行为可能考虑不周，但她的本心并不坏。”我轻轻一笑，目光在他们两人之间流转。本心不坏，那他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谣言来诋毁我和田老师？难道他不知道这样的行为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伤害吗？宋女士叹了口气，神色复杂。薇薇可能是因为太在意你的存在，觉得你的出现威胁到了她的地位，毕竟你突然回到这个家，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我挑了挑眉，纪薇薇有什么地位可言？难道就因为她是你们的女儿，就可以随意伤害别人吗？如果这就是你们的教育方式，我只能说很失败。我爸的面庞瞬间变得煞白，显然是被我的话语给激怒了。甜甜，你怎能如此跟长辈讲话？我们怎么教育女儿？哪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？我微微一笑，毫不退缩地与他对视着。我只是在陈述事实罢了。如果你们真的关心纪薇薇，就该好好教导她，让她明白什么是尊重，什么是责任，而不是在她犯错后一味的包庇纵容。我妈拉了拉我爸，示意他冷静下来。他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乞求：“甜甜，我们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但请给我们些时间，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的。你放心，薇薇一定会向你和田老师道歉的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准备离去。我给的时间已然不多，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。而那些妄图用谎言掩盖真相的，高一入学，我凭借优异的成绩，以全校入学测试第1名的成绩进入奥数班。数学老师姓钱，是一位毕业于名校数学系的高材生，据传曾是奥数集训队成员，在国际比赛中斩获金奖，被保送大学本硕连读。我十分钦佩他，视他为榜样。然而，正是这位钱老师态度坚决地将我踢出了竞赛班。开学1个多月后，我妈在常规体检中查出了乳腺癌，幸好发现及时，医生说预后情况良好，只是治疗过程会很痛苦。我妈化疗期间，我奔波于医院和学校之间，尽管奥数班的学习任务繁重，但我也尽力克服困难，完成集训任务。钱老师找我谈话，这次学校的参赛名额有限，他希望我退出，将名额让给高考班的纪薇薇。我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那个有着明媚笑脸的小童星。为什么？我这几次数模成绩都稳定在前20名，我不会退让的。你请假缺课太多了，很多同学都有意见，纪薇薇的成绩并不差，换成她会更稳妥。钱老师的解释我无法接受，我果断地拒绝了。高考班的学习难度与我们不同，你们为何认为他会比我取得更好的成绩？很快我就得到了答案。在我拒绝钱老师之后，大约1个星期，钱老师再次找到我，这次他的态度更加坚决，甚至带有一丝威胁。甜甜，我希望你能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纪薇薇的家庭背景你不是不清楚，她背后有整个纪家在支撑，而你单凭一己之力又能改变什么呢？我抬起头，目光坚定地迎上钱老师的视线。钱老师，我尊重您，也感激您曾经的教导，但在这件事上我不会退让。我相信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，如果我真的不如纪薇薇，那么我愿意接受任何结果。钱老师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第2天，我和纪薇薇进行了一场加赛，出乎意料的是，
纪薇薇竟然比我高了3分。我申请查看试卷，纪薇薇的爸妈找到了我，他们知道我缺钱，给了我一张10万的卡。没错，我确实缺钱。我妈手术做完后要进行8次化疗和30次放疗，家里的积蓄加上爸爸以前同事的捐款，仅够6次化疗的费用。如果没有这笔钱，我们就得卖房了。我羞愧地接过了那张卡。甜甜同学，你很聪明，明年还有机会。薇薇需要这次比赛的宣传机会，才能拿下那部电影的角色。我和薇薇妈妈都是真心感谢你的，也希望你能体谅为人父母的良苦用心，不要怪我们。怎么可能不怪呢？我拼尽全力学习，想要在竞赛中取得好名次，早日拿到保送名额的梦想就这样被现实打破了。我那么想节省时间研发圆梦人脸识别系统的计划，也因此被搁置了。我曾见过被拐孩子与亲生父母团聚时那撕心裂肺的场景，也会想我的父母是否也在痛苦艰辛地寻找我。离开季家后，我独自走在街道上，夜幕低垂，街灯拉长，我的身影显得格外孤寂。我是什么时候得知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的呢？后来纪薇薇拿到了省赛2等奖，登上了超级学霸的宝座，拿下了季冠军，并参演了《逆袭人生》电影。我在竞赛班里遭到了众多同学的嘲讽，最终决定转去高考班。我的圆梦一代就是在高考班的第1年研发出来的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数学学得好，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真正擅长的是计算机技术。数学好只是因为圆梦系统需要庞大的数学运算作为支撑而已。圆梦一代可以通过 AI 推演逆推人脸年幼时的长相，并根据五官轮廓分析人的出生所在区域，同时利用大数据采集在全网搜索匹配面部识别，相似度达到 30% 的人，为被拐击走失儿童寻找父母提供初步依据。圆梦一代的第一个帮扶对象就是我自己。纪怀胜是本市的名人企业家，圆梦一代很快就锁定了他的照片。很快我调查到了很多他被隐藏的资料，比如他早年走失的女儿，真是讽刺啊！疑似我亲生父亲的人，却帮助养女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未来。回到家，我妈已经做好了面条等着我。见我情绪低落，她并没有多问，只是把碗推到我面前。明天是你生日，今天要吃面。听我妈说完，我才想起原来明天是我的生日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老贺当年把我领回来的那天就给我定了生日。每年生日，爸妈都会说希望甜甜能早日找到亲生爸妈。我现在找到了，却一点也不开心。纪薇薇并没有做出任何道歉，反而是田老师因为社会影响恶劣被停职调查了。那一日，纪薇薇未去学校，而是投身于参演电影的线上直播宣传之中。她在直播中望着弹幕，有选择性地回应着各种问题。你与学术妲己是同学吗？听闻你们学校为保他将老师开除，可是真的？这里是电视剧宣传直播，请不要提问与剧情无关的事宜，不可如此言说。我的同学，此事仍在调查之中，我们需静待官方结果。老师并未被开除，勿造谣，勿传谣。他唤我宝宝。那你这位同学成绩如何？应当还不错吧？我对他了解有限，当初他从奥数班转至高考班，听闻是其数学成绩在竞赛班不甚突出，但如今已过2年，那位老师乃是杰出的高材生，班级排名一直名列前茅，想必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，数学成绩才有了起色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说罢，纪薇薇还眨了眨眼睛，随即说道：我们还是聊聊与剧相关的事吧。我关闭了直播间，随即搜索了相关词条，在纪薇薇的助力下，讨论度比之前更为激烈了。生日的清晨，我醒来之际，发现床头放着一封信和一张卡。我拆开信，是妈妈写的，上面写着：甜甜生日快乐，无论发生何事，你都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永远爱你。我走出房间，看到妈妈正在厨房里忙碌着，便走过去，从背后抱住了她，说道：妈，谢谢你。妈妈转过身，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，说道：傻孩子，说什么谢呢？快去洗漱，准备吃早饭吧。我点了点头，转身走向洗手间。在镜子里，我看到了自己眼中的坚定与决心。我未去学校上课，而是在家中将手头的资料整理完毕，打包发送至各个平台，并利用技术将内容推至热搜。诸如纪薇薇作弊、纪薇薇买水军、纪薇薇保送资格等相关词条逐渐攀升至前10。随后我开启了直播，标题为学术妲己，24小时直播刷题，不服来战。很快直播间开始有了人，起初我只是做历年的高考真题，当人数达到300人时，我对着摄像头说道：现在可以连麦做题，你出题我来做。直播间的氛围逐渐升温，弹幕如潮水般滚动，各种挑战题目接踵而至。我保持冷静，
迅速在脑海中构建解题思路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舞动，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舞蹈。每解决一道题目，都会引来观众的一片惊叹与掌声。有观众发来一道去年省赛的压轴题，难度系数为5颗星，向我发起挑战。我微微一笑，未多言，只是点开题目，开始仔细研读。几分钟后，我提笔在草稿纸上写下解题步骤，随后在直播间中一步步推导，最终得出了正确答案。666，大神威武，这速度这思路简直绝了。对方也发来佩服的表情包，并留言道：心服口服，你是真正的学霸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直播间的人数不断增加，甚至引来了一位网上知名的数学大佬前来围观。在他的转发下，更多数学领域的爱好者涌入了我的直播间，直播间的热度并未因夜幕降临而减退，反而愈发高涨。屏幕前观众们的热情如同汹涌的潮水，不断有人涌入。我继续在镜头前奋笔疾书，解答着四面八方涌来的难题。每一道题目都仿佛是一座需要攀登的高峰，而我则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攀登者，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。与此同时，关于季微微的负面新闻在网络上持续发酵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场学术诚信的风波，对季微微的行为表示谴责与不满。晚上12点，解答完最后一道难题后，我宣布了直播的结束。屏幕上，观众们纷纷留言表示感谢与敬佩，有的甚至提出了想要进一步交流的请求。直播当晚，季家联系了我妈，希望我停止直播。热搜上的几篇文章已被我植入了小程序，删除后仍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，而我的直播无疑是对这些留言的最有力回击。季家联系了平台，后端连夜处理，消息很快被压了下去。然而季微微的名声还是受到了反噬，原本正在洽谈的一个电视剧项目因此事被迫终止，报送的名额也被取消。季微微在季家父母的陪同下来到我家，她眼中带着恨意瞪着我，说道：甜甜，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？爸妈是你的，我没有要与你争抢的想法。你有妈妈爱，我若离开爸妈，便无家可归了。你没有家，并非我所致。我冷漠无情，不懂他人疾苦。我曾被人打断腿，在人贩子的监视下乞讨，而你那时却在他们怀里撒娇，这些都是你从我这里偷走的。季微微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摆出一副受害者的面孔来讨伐我？你被取消保送资格，那资格本就是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，不是吗？你被网暴，难道不是因为你先做了坏事吗？甜甜，爸爸妈妈向你道歉，微微她还小，你就放过她这一次吧。我坚决地说道。不好，上次我问你们手心手背有保有后，你们选哪个？现在我已有答案。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说道：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你们为了季微微给我的10万块，感谢当时那10万就回了我妈。现在我把一切都搞砸了，钱还给你们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我妈已经知晓了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原本以为他们今天是来道歉的，听到现在，她终于忍无可忍，将他们赶了出去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他们又来过几次，但都被我妈拒之门外。为了能安心高考，我索性在学校申请了宿舍，开始住校。季微微后来再也未在学校出现过，听闻季家在家中请了家庭教师进行1对1辅导。或许季微微那句话是对的，对季家而言，在我走失的那些年里，季微微抚慰了他们丢失女儿的心，常年的陪伴早已远远胜过我们的血缘亲情。那些年的期待与伤害，在我爸妈的精心呵护下逐渐淡去。爱会让血肉疯长，而我并非无人疼爱的野孩子。高考结束后，我以707分考入天大，我的圆梦2代也攻克了难关。我没有机会进入执法系统，子承父业重启警号，只因我的脚是跛的。但我相信，我的圆梦2代终有一天会帮助那些真正想要找回丢失孩子的家庭，圆他们的团圆梦。季微微身为公众人物，她的口碑已全面崩塌，即便家中有金牌辅导老师全程陪伴，她也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，最终高考成绩不尽人意。即便知晓她不堪的一面，在季家看来，网络信息更新迅速。几年后，季微微回国，谁还会记得那些过往之事呢？可真的能遗忘吗？他们为了季微微，能够肆意践踏他人的尊严，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将我视如草芥，辱人者终会遭到报应。季怀胜的公司也因这些事遭受了不小的冲击，接连丢失几个项目后，股票一路下跌，损失惨重。这仅仅只是个开端，季家的困境并未因时间的推移而有所缓解，反而愈发严峻。
纪怀胜为了挽救公司日夜操劳，却依然无法阻挡公司的颓势，最终在董事会的施压下，无奈地辞去了董事长的职务。而纪薇薇在国外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彻底慌了神。她原本以为纪家根基深厚，不会如此轻易地倒下，如今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最强大的后盾。我在大学里继续专注于圆梦二代的完善与推广，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这时，宋爱仙找到了我，她面容憔悴，眼中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孩子，你爸爸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，只有你能拯救纪家了。她哀求着。我冷冷地看着前来求情的宋爱仙，心中毫无波澜。3年前，你们知晓我的身份后，在我和纪薇薇之间做出了选择。现在我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又凭什么认为我会帮助你们？宋爱仙满脸泪痕，声音颤抖地说：是我们错了，我们对不起你，可纪家真的不能就这样垮掉，真是，对吗？宋爱仙神情恍惚，抓着我的衣袖：甜甜，爸爸妈妈错了，我们把纪薇薇赶出去了，原谅爸爸妈妈，好不好？就在这时，不知何时回国的纪薇薇冲了进来，她直接跪在我面前，抱住我的腿：要不我们去卧室谈吧？我厌恶地再次甩开她的手，眼神冷漠地看着他们母女2人。我说过了，纪家的事与我无关。纪薇薇泪流满面，不断地哀求着：姐姐，求你了，只要你肯救纪家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微微扬起下巴，语气坚定地说：纪薇薇，你以为现在的忏悔还能弥补过去的伤害吗？太晚了。宋爱仙此时也回过神来，她站起身来，试图再次劝说我：甜甜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，我们毕竟是你的亲生父母啊。亲生父母？哼！我冷笑一声，在你们眼中，我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被抛弃的人。当你们为了纪薇薇肆意伤害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宋爱仙绝望地瘫坐在地上，眼神中充满了懊悔与绝望。我冷漠地说：宋女士，请带着你的女儿立刻离开。看着宋爱仙和纪薇薇失魂落魄的离开，我的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纪家的兴衰，如今确实与我再无关联。纪薇薇在国外的日子过得很艰难，没有了纪家的庇护，她处处碰壁。那次见面后不久，她灰溜溜的回国，却发现纪家已经彻底将她赶出了家门。纪薇薇站在纪家那曾经熟悉的大门外，心中满是绝望与无助。她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落得如此下场。没有了纪家的金钱与权势作为后盾，他处处遭人冷眼，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。我专心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，圆梦二代在我的努力下不断完善升级，越来越多丢失孩子的家庭因为他重新团聚，我的名字也在公益领域被广泛传颂。我成立了专门的基金会，致力于帮助更多的